这5个锻炼是你在40岁以上男性中增肌所需的唯一有效锻炼。有很多非常出色的锻炼，但我在仔细考虑这些锻炼时发现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的关节通常会有更多磨损。这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是你通常缺乏一些重要的稳定性，甚至关节的灵活性，因此你真的需要专注于改善这些问题，并不是因为你现在缺乏灵活性，或不再像以前那样稳定，或失去了以前的平衡。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恢复，你只需要做正确的锻炼来帮助改善这些方面。因此，第一个你一定要做的锻炼是下肢锻炼。但我会给你介绍一个单侧锻炼，而不是我过去做的典型的杯状深蹲、前蹲或哑铃深蹲。这些都是很好的锻炼，但如果你不做这些，而是做我即将分享的这个，你仍然会获得很好的效果，那就是缺口弓步。好吧，缺口弓步基本上就是站在一个大约2到3英寸的平台上，这将让你在下蹲时创造更深的缺口。现在，如果你缺乏髋部的灵活性或力量，起初你可能下蹲的时候不会下得很深，这完全没问题，但目标是通过这个锻炼来逐步取得进步，所以你要把前脚放上去。你将要后退，这更像是一个反向弓步，意味着你不会在地面上，而是踏上平台，然后再进行弓步。这意味着你的前脚已经稳稳地踩在平台上，然后你会退后一步。现在关于弓步的事情，你退得越深，实际上越远，你对臀部和内收肌的强调就会越大。与标准弓步相比，缺口弓步确实能让你更好地感受到肌肉的拉伸。现在，如果你稍微退后一步，你只需轻轻地退后一步。当你下坡时，你会更加注重你的股四头肌。所以，这就是进行这个练习的另一个好处。当然，单方面进行时，你能够均衡地锻炼每一侧，这将防止任何肌肉不平衡或力量不平衡。那么你会更多地锻炼到股四头肌。现在通过这个缺口弓步，我把这个推荐给你，因为它将有助于改善髋关节、膝关节，甚至是一些踝关节的灵活性。而且当然，单侧训练可以确保两侧的力量均衡，防止肌肉不平衡或力量不平衡。好的，所以再次强调，这是一项下半身锻炼，但你需要的不止一个。第二个练习更侧重于后腿锻炼，那就是罗马尼亚硬拉，最好使用哑铃。通常因为这些会让你更容易接触到哑铃。如果你在健身房，可以在史密斯机上做这些，没问题。我其实更喜欢在史密斯机上做这个动作。不过，如果你不在健身房，也可以用哑铃做这个练习。现在，做这个动作的关键是，我们之前提到过，弓步主要锻炼前侧，而这个动作则更侧重于腿后侧、臀部，甚至是下背部。脊柱竖脊肌，这是做这个练习的最大好处之一。现在，你要确保使用髋关节 hinge 动作，也就是说，要把臀部向后推，尽量把哑铃靠近你的腿，让它们顺着腿滑下去。保持脊柱中立，不要弯曲。当你下蹲时，脑海中会不自觉地想要弯曲背部，以便让手中的哑铃更接近地面，但实际上你并不需要这样做。你实际上要保持脊柱的中立，尽量下蹲到你觉得舒适的程度，确保你能感受到腿后侧和臀部的拉伸，但不一定是在下背部。如果你感到更多是在下背部，那可能有2种情况发生，你要么没有正确的进行髋关节 hinge 动作，要么就是下蹲的太低了。实际上，这个动作不需要下蹲的太低，通常我只会下蹲到膝盖以上一点。如果我想下蹲得更低，就必须弯曲背部，而这并不是你想要的。所以，根据手臂长度等因素，你可能只想要到膝盖的顶部，或者稍微低于膝盖。如果这样做的话，整体深度是完全没问题的。所以下半身的训练完成了。
接下来你要做的练习是哑铃卧推，有很多很棒的卧推变式，比如倾斜等，但我真的想在这里更专注于标准卧推，确保你正确的进行这个动作。而正确的意思是不要把肘部完全张开到两侧，你实际上想稍微把它们收回来，你不想把它们收得太紧，以至于肘部在下降时碰到身体，因为那样会变成窄卧卧推，更侧重于三头肌。你实际上想要稍微让肘部远离身体，但也不要呈现出90度张开的状态。而且你要控制下降，不要让哑铃快速下落，保持大约4秒的稳定节奏，心里数到4。在底部稍微停顿一下，然后迅速将重量举回顶部。这是最好的做法，并且在所有重复中使用相同的节奏。这是一个能锻炼你胸部、三头肌甚至前肩的绝佳动作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已经锻炼了前面，现在我们得锻炼后面。我选择的这个动作通常是引体向上。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，无论你是40岁、50岁还是60岁，你仍然可以做一些引体向上，虽然你可能无法做到正确或足够的重复次数。假设你能做5个，但那是你能做的最多的引体向上。我完全可以接受做1-2组这样的数量，然后逐步提升，因为如果你能做到3组引体向上，每组8到12次，那将是一个极好的力量测试。这会提高你的力量，而且这对你整体的背部肌肉非常有益。所以如果你能做到这样的引体向上，那就去做吧。然而大多数人可能做不到，我是根据经验说的，因为我接触过很多人，很多年长的男性能做到一些，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在练习。还有很多男性，即使是30-40岁，可能连1个或2个都做不出来，甚至连自己体重都无法完成。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，我建议你做下拉练习。他模仿了相同的动作，非常相似，你仍然会获得极大的好处。你可以在这里使用重量堆逐步提升，这就是做这个的好处。现在你在做这个练习时，要尽量保持身体直立，专注于用肘部拉动重量，想象肘部是主要的动力来源。这样做很重要，因为这会让你的背阔肌承担更多的工作，同时稍微放松你的肱二头肌。很多人认为要尽可能用力握住横杆，而且只是用手去弯曲或拉动物体。当你这样做时，很多时候肘部的弯曲比肩部的动作要明显得多。这会导致在这个练习中肱二头肌的运动过多。所以，是的，你会把二头肌作为辅助肌肉来锻炼，但我更希望你在激活背阔肌之后再进行这个动作，并在背阔肌已经完成大部分工作的情况下再进行。这样二头肌才能参与进来，帮助完成动作。这就是我们要进行的背部锻炼。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要进行另一个肩部锻炼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当我提到另一个肩部锻炼时，我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我提到过哑铃卧推。我说过你会锻炼到前肩。不过在这个动作中，前肩并不是主要的发力肌肉，但有一部分肌肉并没有得到充分锻炼，那就是肩部的中间三角肌。作为一个年长者，这些肌肉非常重要，因为肩部的宽度越大，腰部看起来就会显得越窄，这样你就能拥有更纤细的腰身。只需增加肩部的宽度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你一定要做哑铃侧平举。好的，但在这个动作中，我想加入一些不同的元素，所以我们将进行侧平举的动作，但我们将进行侧向到前方的平举。这是我在许多训练计划中都会安排的，每隔一个阶段我都会加入其他多样的肩部推举等动作。但问题是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男性无法进行大量的推举，因为他们有肩部或活动性的问题，甚至稳定性问题也会妨碍你使用足够的重量，以至于无法真正获得很多好处。我们现在做的是侧平举，
手臂向两侧抬起。将哑铃小心地拉到前面，然后控制着慢慢放下哑铃，不要让哑铃突然掉落，确保在充分控制下放下。现在这个动作的部分再次针对前肩肌，因为你真的想确保在锻炼肩部。肩膀是那些虚幻肌肉之一，当你拥有那种立体的肩部线条时，它会让你的衬衫更加合身，这会让你的中部看起来更紧致、更小，给你一种宽度，让看到你的人知道你在锻炼。当你拥有那种立体的肩部外观时，它会让你的衬衫看起来更合身，这会让你的中部看起来更紧致、更小，给人一种你在锻炼的宽度。我有很多其他视频展示了一些你们知道的类似主题的内容，我使用了不同的练习。但是这5个，如果你做到这些，你会拥有一个惊人的身材。所以就是这样，这就是我的5个锻炼。我知道还有很多其他很好的锻炼，这将最小化任何肌肉不平衡，所以这些练习就是由此而来。这就是我选择这一组练习作为这个视频内容的原因，希望你喜欢。非常感谢你的观看，像往常一样努力去做，祝你好运。